我跟我的太太都感觉到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选择，你就感到有人在照顾你，比你自己的可以这么说吧，比你的儿子女儿照顾的都好，眼界开阔一点，要看到新西兰是这样美丽的一个地方，对我们养老来说是最好的地方，没有再好的地方了。就是说，大家好，我是 Frank，我是卢雅。我们上一集拍纽西兰养老村的影片，受到很多观众的回响，并且在底下有很多热烈的留言。我们这一集在片尾对这些留言做一些回复。那今天我们是要继续去养老村采访一位詹博士，他曾经旅居很多国家，那么最后他决定定居在纽西兰，而且在纽西兰的养老村养老，应该有很多深入的见解。我们今天呢要来拜访一位学养经验还有人生智慧都很丰富的旅居多国的詹博士。你好。您好，谢谢，我很高兴跟大家介绍这个养老院的情况。是您今年贵庚？我今年是79岁。詹博士，据我所知，您在 Newmarketing 有自己的房子，那这里的生活机能也非常的方便。是什么样的考量会让您想要搬进这个养老村来住？那您住了以后，您的感受如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所以说我们当时考虑是这么样，比如说我们是住在 Newmarket 的这个7楼的 apartment， 我们感到很不方便。比如说我们订东西，订了东西之后呢，他们送过来，我们自己要到楼下去拿。那比如说我们，假如是我们设想一下，我们年龄大，我们自己煮不动饭了，我们要 order， 你要送货，人家送不上来，因为你这上门它有楼梯要有个专属的卡才能上来，所以说都要我们自己下去拿，这太不方便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订东西，他就跟我说，你这个东西它是10号到20号之间送来。那我们就感觉到非常的不方便，为什么？我们10号到20号，我们根本就一动都不能动，就要等在那个我们房间里面不能出去。对啊，不知道什么时候送来嘛。那么但在这里呢，那反正送来就是这个下面有你，他们就送到门口就丢在那就走了，一点都没问题。但是对于那些比如说不是住 apartment 楼上，住在楼下的那种人，他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他有什么问题呢？就是缺乏人的照顾。比如说我们这里的像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这里房间里都有按钮，到处。这个 kitchen、bathroom， 那个你的 room 上都有一个警戒，你一按，他们人就来了，半夜里都来。我们有一次按钮按错了，半夜里他们就来了，不是吓到了吗？对啊，所以说你会，特别是年龄大的人，你如果是一个人居住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嘛，我们的小孩子他们都很忙，没有怎么可能多来照顾你，是吧？但是你又很可能一个人在那里跌倒了，你爬不起来，你怎么办？没人照顾，甚至于我们也听到有这样案例，一个老人死在自己房间里了，都没人知道，这个情况都发生。所以说，不管是你是住独立的公寓上面，你一个人住，你肯定不是很好的选择。但这里呢，你就感觉到你有个大家的照顾，那个温暖，就是说，你就感到有人在照顾你，比你自己的可以这么说吧，比你的儿子女儿照顾的都好。好贴心哦，感觉就对啊，就是啊。请问英文不够好，能够住养老院吗？会不会是个困扰呢？我感觉到大家对这个，特别是华人嘛，就是住在养老也会有这个考量，但是我觉得完全不需要有这个顾虑，因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啊，大家都非常的友好，你实际上只要会很简单的一些这个语言，比如说 hello 啊 ，how are you 啊 ，good morning 啊 ，good afternoon， 实际上就已经构成了你生活当中很大的一部分的一个 conversation， 很大一部分的谈话。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实际上这也是你进一步改进你英语的机会。你随时都有教师在旁边，你问什么问题都可以去问人家，大家都非常耐心的会回答你。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语言的环境。我呢就是感觉到我们这里一个养老院主要是洋人为主的，华人不多。周围实际上居住的居民很多都是华人，但是大家都不敢走进来，好像觉得这里的英语环境啊或怎么样，他们都有点怕。实际上根本不用怕，这个非常不用怕，很好的环境。可是吃不惯洋人的食物，该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在这里吃饭呢，就是他这里每天可以有2餐，早晨一餐你自己买啊。中午一餐跟晚餐都可以包，我们实际上就是包了一餐，就是晚餐。我们中午是不吃饭，餐呢我们觉得很适应，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现在科学的这个研究发现了，就是说这个洋人的饮食健康来说，更比
中餐来得好。拿这里的洋人的晚餐来说吧，第一，他们每天都有不同的花式在变化，肉类啊、菜来都有变化，这是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如果自己来煮，这不可能的事情嘛。我们比如说今天买了猪肉，就不可能再去买牛肉来烧，对吧？那个你买了牛肉，你不可能再去买鱼来烧嘛。但是这里它每天都不一样，鱼、鸡肉、牛肉、猪肉，而且每天2个东西让你挑选。你比如说你不愿意吃鸡肉，你可以挑选牛肉或者挑选羊肉，那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有人来 service 你，就是来招待你，就是你在餐厅吃饭，你到了那里，他们给你餐桌都铺好了，东西给你拿上来，你吃了以后，你要不要洗盘子，对吧？你要不要洗什么东西，省了很多的事情，就是说。那么然后他们的那个我现在看他们的那个西餐啊，设计的非常好。为什么说设计的非常好呢？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科学的这个进步，我们就知道了，实际上啊，吃太多的那个白米白面，实际上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应该减少白面的摄取。他们而且呢还要减少量，就你不能吃太多。现在科学研究就是发现的是，唯一能够使人长寿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少吃，设计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主餐就是或者马铃薯煮的马铃薯，然后呢每天都有一点蔬菜，还有肉类。那么这个量呢也不是很大，就是说一般的老头老太都可以吃。但是你如果觉得你量不够，你可以要求，比如说像我就要求，因为我好像觉得他们的量稍微少了一点，那我就要求你可给大量比较多的量，那么他就会自然给你每天都会增加你的量。就是说要加钱吗？不要加钱，都是富人。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晚餐您订这晚餐大概平均多少钱？对，一顿晚餐是这样，它是12块钱一顿，这么便宜？那么然后但是它还有 service fee， 就是你用人在服务你嘛，给你们晚餐送过来啊，收碗碟，这2块钱，加起来大概就14块。这个那比外面吃便宜很多耶。这个自然物价一个是便宜，还有一个就是健康。你比如说你到外面饭店吃吧，它是大油、大盐、大的调味品，你吃了以后实际上并不是很舒服，就是说。但是我们这里的东西呢，它比较清淡、简单，所以吃了以后你就觉得很舒服，就是说。那这是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我觉得这里的饮食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说对健康很有利，就是说。以您住在这个养老院的一个体会，您对大家有什么建议呢？首先呢，我就是对周围住的那种我们的华人朋友，就比较多的建议，就是说你们不要顾虑，不要怕，实际上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你们住进来完全不会后悔。真的？这是一个。然后呢，我觉得新西兰，我是在我在年轻的时候走过很多地方，我在日本住过1年，在澳洲住过4年，在美国住过10几年，然后在澳洲，在这个新西兰也住了好多年。比较下来，我觉得新西兰一个最好的地方，是一个最美的地方，非常适宜养老。所以说呢，我是很鼓励，就是我们全世界的这个朋友啊，包括无论是华人或者洋人都可以，你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新西兰养老你们以前不知道，你们现在应该把你的眼界开阔一点，要看到新西兰是这样美丽的一个地方，对我们养老来说是最好的地方，没有再好的地方了，就是说。突然就觉得我好幸福哦。我是感觉到很幸福，能够选择到这么一个地方，就是说。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开放自己的门户，就是说，开放我们那个新西兰的养老大门，那全世界能够，比如说，能够想要养老的人都能够到新西兰来养老，这个对于我们新西兰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那个叫对于那个养老院啊，对周围那个辅助的人工啊，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经济有很好的带动，就是说，所以我们希望政府也能够考虑开放这个养老的一个向全世界开放，就是这个养老的一个这样一个 business， 就是。确实，因为现在其实纽西兰的经济体规模非常小，对啊，如果能够敞开大门，然后有一种养老移民的政策的话，不仅可以造福更多想要到新西兰来养老的人，也可以照顾到很多的想要就业的一些中产阶级啊，或者是
劳工阶级之类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也是一个绿色的那个 business， 就是它不是工业，没有污染，对吧？所以说对于各方面的人，大家都能够很接受这个东西，因为它是一个 business， 能够推动经济，但是又不污染那个环境，对吧？那个所以说我们感觉到政府应该考虑这个方面，就是把这个 business 呢能够给它扩大。我们今天很开心，谢谢，能够听到您这么多宝贵意见的分享。希望有机会，如果我们的观众对相关的议题有所疑问，或者是希望我们在做更深入的探讨，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们。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如果我们有所不足的，也请各位能够多多包涵指教。那是 Q&A 的时间，回复观众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观众有人留言问说如果他住在美国或英国可以到纽西兰的养老院来住吗？不行，必须首先取得纽西兰的身份，譬如说是居民、永久居民或是公民 citizen。所以要有身份。那再来还有人问说如果他买了纽西兰的这个养老院，那他可以把这个让渡给他的儿子继续住下去吗？不行，不能让渡给小孩子。那么这位老人家他买了以后呢，就是自己住，直到他离开这个养老村。那么他可以把当时购买的价钱，譬如说当时花了40万，那么他可能把70% 的40万可以转给他的子女，就是拿28万，70% 可以拿回去。所以是不是意思说他是有居住权，但是没有土地的所有权，是这意思吗？是，他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有居住权、使用权。所以买的这个譬如40万，就是可以居住在那个 apartment 公寓或是 unit 直到他离开。那有关价钱的问题，好像有人回应说这个每一家价钱都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跟物价的波动有关系，还是怎么样？是，当然每一家养老院它土地的大小以及建筑的年份都不一样久一点更早以前取得土地当然便宜，那么最近才取得土地当然贵了。那新盖的建筑的这个公寓或是 unit 也会比较贵一点，那如果旧的可能会便宜一点点，所以每一家的定价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根据这个通货膨胀也有不断的在调整。然后还有人认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太贵了，那这个住养老院这个性价比到底怎么样呢？性价比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在下一集做深入探讨。那就是下一集我们要来分析养老院的性价比如何。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点赞、分享跟订阅我们的频道。